12胎，整整12胎，朕终于有归宁了。瞧瞧这眉眼，跟朕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别吵了，老登，你那参差不齐的12生肖里，就我一个是亲生的，能不像吗？而且前11个都是儿子，偏偏到我这是闺女，就不怀疑是不是自己虚了吗？恭喜皇上，贺喜皇上！12公主龙章凤姿，将来必成大器。都退下。看什么看？没见过这么可爱的亲姑娘吗？宁儿，真的宁儿。宁儿，你大哥如何？太子赵恒。哦，就是那个鼻子眼睛长得活像禁军统领周卫的家伙吗？爹，你可真惨，含辛茹苦养了18年的储君，结果是你亲手提拔的兄弟给你生的。那周卫每次见你都恭恭敬敬喊皇上，心里指不定怎么笑话你这个绿帽龟呢。这不可能，老二呢？老二如何？二皇子赵齐啊，他那标志性的酸头鼻，不是完美复刻了户部尚书王胖子的基因吗？他娘贤妃每次跟王胖子在御花园眉来眼去，你还以为他们是在讨论国家税收？醒醒吧，我的冤种老爹，人家是在给你戴帽子。半个时辰，仅仅半个时辰，大燕朝皇帝赵衍的世界观被我这个刚出生的婴儿用吐槽的方式砸了个稀巴烂。他从一个拥有12个子女、儿孙满堂的幸福父亲，变成了一个头顶11顶绿鱼鱼帽子的可怜虫。唉，惨，真是太惨了。史上最惨皇帝没有之一。算了，看在你是我亲爹的份上，以后我罩着你吧。这才对嘛，我可是你唯一的亲闺女，你得对我好点，没坏处。灵儿，父皇以后就靠你了。傻娘哎，这点东西就把你乐成这样，不知道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吧？这泼天的富贵也是催命的符咒啊！丽娘娘驾到。哎呦，林妹妹真是好福气，这青丘宫都快成藏宝阁了。见过丽妃娘娘，自家姐妹客气什么？我这是特地来看看我们的小12，沾沾喜气。这熊孩子
没人教过你不能随便掐人吗？等你那个当兵部侍郎的假爹谋反，第一个就清算你全家。哎呀，瑞儿就是喜欢妹妹，没个情重。老子要是有力气，现在就给你一脚。喜欢妹妹就可以这么重的手？皇上恕罪，瑞儿不是故意的。爹，给我报仇，罚这个熊孩子。四皇子顽劣无状，毫无兄长之谊，回去把《弟子规》抄100遍，抄不完不准出门。是，臣妾遵旨。宫里皇后待你如何？其他妃嫔呢？皇后娘娘母离天下，待臣妾很好，姐妹们也都很好。问我妈有啥用？她就是个傻白甜，能问出个啥？让我来给你现场解说。这个丽妃就是皇后身边最忠心的一条狗，皇后让她咬谁她就咬谁。她爹兵部侍郎最近跟皇后她哥那个吏部尚书走得特别近，两个人私下里宴请了好几回，肯定是在密谋怎么把你这个皇帝架空，然后让你那个假太子顺利登基啊。你性子单纯，以后少跟丽妃那样的人来往。爽，有人撑腰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继续吃瓜看戏，这深宫大院可比前世的8点堂电视剧精彩多了。朕宣布，对吏部进行一次全面考察。开工了，开工了！让我看看今天能爆出什么大瓜。左边那个大胖子就是吏部尚书，皇后她亲哥吧？瞧他那油光满面的样子，一看就没少捞。我跟你们讲，他家后院埋的黄金都够把国库再填满一次了。还有他旁边那个瘦高个吏部左侍郎，看着一脸清廉正气凛然，实际上在京城外的庄子里偷偷养了8房小妾，连孩子都生了一窝了，花的都是收受的贿赂。朕听说爱卿家风清正，夫人贤惠，不知有几个子嗣啊？回皇上，臣仅有1子1女。是吗？朕怎么听说你在城外的庄子里还有8个儿子等着你回去叫爹呢？你可知罪？右边那个，右边那个，别看他了，就是你，御史中丞家的女婿，天天弹劾别人，其实自己才是最大的贪官，收的钱都拿去买前朝的古董字画了。不到1个时辰，吏部从尚书到主事，被当场罢免了7、8个，全都打入了大理寺，朝野震动。所有人都看出来了，皇上这不是在考察，这是在清洗。而清洗的对象，直指皇后和太子一派的核心势力。皇后求见。皇上，您为何要如此对待臣妾的兄长？他若有错，您跟臣妾说，臣妾让他改啊！假惺惺，你哥贪了多少，你这个当妹妹的能不知道？大部分不都流入你的小金库，拿去给太子铺路了吗？那本记录着你哥所有肮脏交易的账本，不就藏在你凤翔宫西暖阁那个半人高的青釉琉璃瓶里吗？还在这装什么无辜白莲花？皇后多虑了，朕只是正常整顿吏治，并未针对任何人。你兄长之事自有大理寺详查，若他真是清白的，朕自然不会冤枉他。看你近日操劳，面容都憔悴了，
朕库房里正好有一对新得的季兰釉琉璃瓶，比你宫里那个青釉的更大更漂亮。朕赏给你，你拿回去摆着，也高兴高兴。琉璃瓶？皇上怎么会突然提到琉璃瓶？臣妾谢皇上赏赐。玩脱了吧，皇后娘母！我这个爹现在可是腹黑的很，这下有好戏看了。不知道皇后和太子还能不能睡得着觉？我的满月宴办得异常盛大，然而在这片祥和喜庆的表象之下，是各自涌动的暗流。父皇，儿臣备了薄礼一份，祝贺12妹满月之喜。哦，呈上来看看。宝剑赠英雄。哼，愿12妹将来也能如父皇一般，巾帼不让须眉。太子殿下有心了，如此厚礼，可见兄妹情深啊！危险！危险！这剑有问题！剑柄上那个小小的红点不是什么红宝石，是机关的按钮。只要握住剑柄，稍微一用力，就会有一根抹了剧毒的细针弹出来。这毒见血封喉，只要在皮肤上划开一道小小的口子，我就死定了。好狠毒的心，想在我满月宴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弄死我。这要是成功了，我死了，我娘肯定也活不成。而他只需要推说是个意外，一个做工不精的礼物。好，好，太子有心了，哈哈哈。不过宁儿是女儿身，整天舞刀弄剑的，有失礼仪。这等好物，还是太子你自己留着防身吧。你时常出宫巡查，正用得上。看来这礼物只有你自己能享用了。这个舞姬是皇后的人，她袖子里藏了匕首，他们这是两手准备，遇剑不行就直接上刺杀。好的胆子，在朕的眼皮子底下行刺公主。来人，给朕封锁宫门，彻查此事。今晚所有参加宴会的人，一个都不准离开。吓死宝宝了！这太子和皇后是铁了心要我的命啊！不过我这个便宜老爹反应还真不是盖的，安全感爆棚，对武姬刺客的彻查进行的雷厉风行，但结果却不出所料的令人失望。所有的线索都指向重金收买的老宫女，那老宫女在被抓住之前就服毒自尽了，无论怎么查都查不到皇后和太子的头上，他们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唉，真替你发愁，这么简单的案子有什么难的？那个武姬一看就是个死士，他自己肯定不会供出主谋，但是人都是有弱点的，那个武姬的家人肯定全都被他背后的人控制了，所以他敢这么卖命，派人去他老家沧州查一查。我记得资料上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他弟弟前段时间正好被当地的一个恶霸给扣下了，而那个恶霸的背后就是吏部尚书，也就是皇后她哥的小舅子在撑腰。顺着这条线查下去，不就人赃并获了吗？解决了破案的难题，老爹开始考虑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和老娘的安全。他当即下旨，临平携12公主赵琳迁居乾清宫偏殿。乾清宫是大内防卫最严的核心，这已经不是荣宠，这是大央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先例。皇上这是要把我们放在火上烤啊！傻娘，
你现在才明白，不过怕什么？这火虽然大，但至少能保住小命。住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我看谁还敢明目张胆的动手。反正有我这个腹黑老爹在前面顶着，我只需要负责躺平就行了。就是不知道太子和皇后现在是什么表情。仅仅过了5天，沧州的消息就800里加急送回了京城。郑爱卿，你自己看看。皇上，臣冤枉，臣冤枉啊！父皇，此事必有蹊跷。国舅爷一向忠心耿耿，怎会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请父皇明察。哟，来了！大型朝堂对峙现场，这不比看戏过瘾？快看太子那个心虚的样子，他以为他沾净了，其实这事儿他肯定也参与了策划。爹，别听他们废话，证据确凿还审什么审？这种毒瘤不能只砍掉一个，必须把他背后的整个派系连根拔起。够了，证据确凿，岂容尔等狡辩？吏部尚书郑雍主谋行刺公主，罪大恶极，即刻打入天牢，交由3司会审。凡刚才为其求情者，皆有结党营密之嫌，各降一级，罚俸1年，以观后效。太子赵恒身为储君，不思为国分忧，反而与外戚勾结，结党营私，干预朝政，德行有亏，令朕失望至极。即日起，太子禁足东宫，闭门思过，没有朕的旨意，不得踏出东宫半步。吏部尚书被打入天牢，太子被禁足东宫的消息像一阵飓风，迅速席卷了整个京城。干得漂亮，老爹！这一套组合拳下来，皇后和太子的势力至少被废了一半，爽，太爽了！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开始，被逼到绝境的狗才会跳墙，好期待呀！感觉接下来会有更大的风暴，不过没关系，天塌下来有我这个1米8，哦不，现在还不到半米高的老八顶着。太子被禁足，郑国就锒铛入狱，整个太子党羽瞬间数克倒猢狲饭。赵岩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他并不急着动手，他要玩一招更狠的，分化瓦解，让他们狗咬狗。那几个假皇子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立刻兴奋了起来。他们疯狂地表现自己，毫不犹豫地落井下石。爹爹，你这招高啊，让他们自己斗个你死我活，我们坐收渔翁之利。不过有几个人你得小心点，特别是那个五皇子赵峰，他表面看着与世无争，其实心机最深。他娘淑妃是前朝一个被贬官员的女儿，心里一直对你有怨气。淑妃和五皇子赵峰在假意投诚骗取信任之后，便在暗中秘密联络被禁足的太子。他们策划了一个极其恶毒的阴谋，在秋信途中刺杀皇帝。这个叫金马坡的地方，听名字就不吉利。我记得史书上说，前朝的末代皇帝就是在这地方被伏兵刺杀的。这帮叛贼肯定也想选在这个风水卯地动手。爹，你可得小心点儿。幽密大典如期举行，表面上看一切都和往年一样，然而在这片祥和之下，究竟隐藏着多么凛冽的杀气？大戏马上就要开场了，有点小激动呢。有刺客，保护皇上！保护父皇！爹，你心真大，外面都快打成一锅粥了。不过话说回来，你安排的那些后手呢，也该出来了吧？快上！
爹，别光顾着这边啊，别忘了淑妃那个老妖婆，她肯定没跟着来秋巡，留在后方的大营里，准备趁快放火烧粮草，断你后路呢。唉，没用的老妈，这种场面以后还多着呢。尘埃落定，松了口气。回家该清算总账了。谋逆大案，证据确凿，不容抵赖。淑妃、五皇子赵峰以及所有参与叛乱的党ฝ่，全部被明定刑。在朝堂之上，赵岩甩出了太子赵恒勾结五皇子意图谋逆的全部铁证，废黜太子的呼声再也压抑不住了。这一次，没有任何人敢再为赵恒求情。赵岩，你好狠的心！别跟他废话了，爹，这个恶毒的女人不值得你浪费任何口舌。你还不知道吧？当年为了能顺利嫁给你，当上太子妃，她亲手害死了你的青梅竹马，那个你一直念念不忘的白月光，大将军家的白小姐。她买通了太医，在白小姐的药里动了手脚，让一场小小的风寒变成了不治之病。还有太子赵恒根本不是什么禁军统领周卫的种，那是他入宫之前就跟他的情夫怀上的野种。为了给你给皇家一个交代，他才设计了一出大戏，故意引诱周卫，然后嫁祸给他，让所有人都以为太子是周卫。你不仅被戴了绿帽子，还帮别人养了18年的娃，甚至连你心爱的女人都是被这个枕边人害死的。赵岩不想让他这么轻松的死去，他要让他活着，看着自己毕生的心血和野心是如何化为泡影的。废太子赵恒为庶人，终生圈禁皇陵。皇后正式打入冷宫，非死不得出。总算是结束了，虽然过程有点残忍，但对付这种人就不能心慈手软。接下来该轮到清理那群上蹿下跳的小丑了吧。破魂！与民争利，非人君所为。儿臣以为，当大规模扩军，征伐四邻，以显国威。穷兵黩武，不系民力。真不愧是假儿子，一个个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帮自己的亲爹捞好处，没一个把国家社稷放在心上的，全都是蛀虫，是国贼。爹，你看看，这就是你养了这么多年的好儿子，有一个省心的吗？清算开始了。首先倒霉的是户部尚书王胖子，贪污受贿，罪证无数，被打入天牢，家产全部抄没。二皇赵琴被贬为郡王，勒令接令即日离京，永世不得回。四皇子赵睿被削爵圈禁，他的假言用各种合情合理的借口，将这些假皇子和他们背后的势力逐一清理。看猴戏的感觉真好，挨个点评，挨个送走，这种感觉爽。我这个便宜老爹一旦狠起来，真是谁也挡不住。感觉离我躺赢的日子不远了。